好，我们今天来玩一下 KR 德国。之前 KR 更新德国之后就有粉丝想看了，我也是到最近才有时间做。在开始录视频之前，我简单试玩了一把，发现德国这个黑色星期一卡牌游戏真的是纯坐牢啊！还好有粉丝告诉我，这个规则里面是可以关的。不过我不太清楚，如果我开局就关掉的话，会不会影响到我后面的游戏啊？为了给大家演示看一下，我这次就不关了。我们直接开启游戏啊！关于 KR 的德国历史，我这边就不细看了，大家了解的应该比我都清楚啊。反正就是德国打赢了一战的剧本。我们主要还是先看一下这个路线指南啊，因为我也不太清楚德国有哪几条线。从指南里面来看的话，一共3条线啊，红色将军啊，民主的胜利以及保守革命。我也不知道这几条线哪个比较强，我们就直接玩这个红色将军吧。毕竟我们要打的是这个工团啊，所以如果我们变红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幽默了？关于红色将军线的要求，首先我们不能让这个民主联盟和黑白红同盟启动不信任投票，然后是温度控在25到75之间。36年底要通过一个授权法，这个战后的我们应该不用管了，因为我们这个视频打到战后就结束了。然后还要结盟一个中央党主席啊，拒不让步，同意3方结盟。总的一看，想走这个施莱歇尔线还是有一点复杂的。不过我们这个开局就已经是最强的国家了，并且有一个很大的阵营，想打赢这个第3国际应该是轻轻又松松吧。开局还是老几样，考虑到这个开战比较晚，我们可以先铺点民工啊。不过我也不知道这个民工的收益有多少，前期的国策依然是点不了，我们只能点这个世界主宰，他给我们加志愿军上限的，看来我们前期可以刷一下志愿军了。不过这个德国开局的精神里面自带一个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啊，非常经典的一个胜利者 debuff 啊，扣了我们 75% 的经验增长，基本上刷不到经验了，所以就很矛盾啊。我们就先往这个间谍机构点吧，多一个特工还能偷点政治点回来，然后再看看能不能找这个奥地利合作一下。其他的国策光看它的说明感觉是一点用都没有啊，反而是给我们加一些 debuff。 开局的飞机就先不造了，都是一些玩具飞机，考虑到我们待会儿可能要和英国打海战，最好还是先造点船吧。不过它这个都是早期的船啊，我们最好自己研究一下。这些玩具坦克也可以全部清了，我们前期就先造枪炮吧。开局先把外面的船全部开回来，然后集中训练一下，飞机也是一样的，全部训练起来。一些我们用不到的飞机可以先删了。为了把部队弄得更整齐一点，我们直接全部转步兵师吧，然后把多余的装备全部卖了。因为我们小弟比较多，应该买装备的人还是挺多的，直接把我们开局省下来的坦克飞机全卖了。感觉运输船或者摩托车比较多的话也可以一起卖了，全卖最高价就行了。开局第一个事件刺杀余波，这个刺杀的人是谁呀？我怎么突然想不起来了，好像有点眼熟啊。貌似是因为媒体的谣言以及添油加醋导致这个一直在上涨的股市转变为了震动。还好这个柏林银行和银行家们用他们无形的大手让这个股市崩盘给扭转了，但是投资者的信心已经无法扭转。开局就直接给我们扣了 10% 的稳定度啊，有点难受。因为我们有一个4月是你的谎言，导致我们每周稳定度还要扣 0.5%。看来我们这个开局100稳定度很快就要掉完了呀。很快到了1936年大选，从他这个描述上来看，好像选谁都没用啊，那我们瞎点一个吧。因为我们的小弟比较多，我们卖的这些飞机坦克都有人买啊，看样子我们这个经济是蒸蒸日上啊。只不过这个买一点飞机还要20次交付，也太抠了吧。感觉德皇的开局还是挺爽的，6条线在铺建筑，而且我们还玩得起这个间谍。先把这个特工位给它开了，下面这几个国策它的具体含义我也不太清楚啊。他居然说我能直接拿到这个英国的洛西安地区，真的假的？
太久没玩了，不太清楚这局俄罗斯走的是什么线啊？看样子这个萨宝应该是没了。还发现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已经多了一个1936年的选举啊，需要赢得国会多数的话要223席，但是我们现在支持的这个加起来也才70多啊，就算把下面全点了也没多少，感觉点不点都一样了。虽然已经有人预见到了经济即将崩溃，需要一些紧急措施，但是这个德国是议会制的啊，根本就通过不了，因为反对派认为这个经济崩溃是个机会啊，这个就非常的搞笑了。看来反对派只是为了反对而存在啊。随着股票的崩盘啊，史无前例的经济灾难将给全世界带来冲击。接下来就是比谁的下落速度更快了。下面这些我就不读了，我对这些不太感兴趣啊。我觉得他们应该是没有机会能选到超过223的吧。目前我们是什么都做不了啊，只能慢慢在这边看着，等它这个危机一直加深啊，跌至至暗谷底才可以行动。这边插播了一个新经济事件，说是这个拉特佬梦想着有一个乌托邦式没有阶级的社会啊，将工人从没有灵魂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达成这种想法，需要通过一种万灵药，它这边叫什么 Arbeitsausgleich， 体力和脑力劳动者每天在办公室和工厂之间互换几个小时。不太懂它这是什么意思啊？是让我们上午打螺丝，下午写报告吗？不过仔细一想，好像东方的某个大国有那么一个时期也是这么干的，就是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成功啊。没过多久，这个宰相也撂挑子不干了。看了一下2个选项，不知道有什么效果啊。我们选这个加稳定的吧。他这个头像居然还能点开，看来他还是个将啊。为什么说反对派单纯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啊？就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如果经济真的崩溃了，最终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不过也无所谓啊，毕竟创造了混乱就有机会了。随着经济崩溃，一系列的事件都开始爆发了。关于他这个铁路破产的话，我不太想扣点数，就随便选一个吧。看一下这个国策，好像要我们去帮这个骑械员啊，那我们就去把这个烤馒头先给他灭了。看来还是有些人在做实事的。这个全德工联推出了一个工作创造计划啊，这些人曾经考虑过用国家干预的手段来振兴经济啊。从他们这个计划来看，应该就是去修一些水坝或者公路吧，确实有一点作用的。好，到了3月底，我们的经济坠落总算停止了，已经掉到谷底了，再怎么掉也掉不下去了，总算可以开始打牌了。只能说警惕德皇打经济牌啊。这个卡牌本身也没什么难度，就纯粹的浪费人时间，有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你要真想浪费我时间，你怎么不来个经济健康减100呢？既然都想在游戏里打牌了，不如我们再加个三国杀进来吧。啊，刀一个反贼给我减10%的消费品怎么样？关于这个卡牌的规则，我简单说一下，就是我们要通过点下面的这些决议来增加我们这个绿颜色的值。只要绿颜色的数值比红色的数值高，我们就能赢一回合。然后每赢一回合能让这个经济健康好一点啊，把这个全部消完，我们就获胜了。由于我们牌堆里面的牌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还得优先点一下这些类似于工业线的国策啊。点了之后，他会给我们发一些新牌进来，用这些牌打的话就比较容易获胜。然后我们打牌的时候也得注意一下，就是它这个当前的危机是什么。它这边也写着，如果是对应的危机，能给我们额外加50%的效果。所以我们一般都是先打这种对应危机的牌，然后再算还剩多少。不过它这个数值基本上也不用算，因为它这个投资的数值很少啊，每次基本上都不够。我们只能把所有牌全部打完了才能强行给凑上。关于这个拉特瑙和塔尔诺巴德，我也不太清楚哪个比较好。如果大家想修民工的话，感觉巴德好一点啊。因为这个选举选了半天也没有多数派，所以我们这个施莱歇尔就当选帝国宰相了。
这个施莱歇尔上台之后就立刻把这个不信任投票的方式给修改了，这样的话就能防止他被投出去了。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往下点国策了，是选左边还是选右边我也挺纠结的，不过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生产效率来看，我们也造不出什么装备啊，那可以选右边啊。到这边又出现了一个新系统，施莱歇尔内阁，这些政党还是想搞这个不信任投票的，但是他们现在这个人数不够啊，要达到这个223席才能投票。为了防止这个施莱歇尔被投出去，我们得控制一下其他的政党，把这些政党控住，不让他们变成红色或者黑色。具体要怎么控，我们只要把这些人数比较多的党一直控在手里就行了。这样的话，他们怎么样也不可能有一家能超过223的。然后我们还得来看一下和这个决议相关的一些国策，比如这个大串联，它能让我们多标记一个派系啊。我们现在能控的派系并不多，现在先简单控一下，比如我要控这个中央党的中派，然后自由党的左和右。如果点了大串联，我们就可以再控一个。然后是这个中央党服从纪律，它的要求是当这个派系中有2个与他们联合的话，就所有都联合了，所以我们不能让它超过2个和他们联合，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点这个国策让他们全部取消联合。这个很好理解啊，为什么我刚才控制这个中央党中派，就是为了让他们去抢这个左和右啊，他们一个人抢到左，一个人抢到右，我再点一个国策，他们就等于白抢了。只要他们永远抢不到中派，这2家就不可能抢到2个。我不相信有一个政党能同时抢到左和右的。关于副宰相的人选，我是选择第3个，前面2个都是冻住他们1回合，而这个第3个能让我们多标一个派系，也就相当于每回合能多动一个政党，那不如选这个。点完第3个之后，我们这边又可以多控一个政党了，再标记一下保守党吧。不过保守党大概率会被这个黑色给拉走，所以控不控都一样。因为我们这局已经决定完这个红色将军线了，所以一切都以这个施莱歇尔为主吧。我们直接当这个普鲁士首相吧。不知道为什么我这边看不到他的这个顾问效果啊，他这个就是没有效果吗？关于这个黑色星期一的小游戏，我就不一个个演示了，毕竟还有好多次要点。我们就记得每回合多抽一下卡，不然的话这个数值不够啊。森林兄弟起义，这个我现在没点数了，我不是很想管啊。我觉得这个公爵应该是有能力处理游击队的，就算他们都崩溃了也和我没关系啊，毕竟我们自己一个人就可以爆杀所有人了。比较难崩的是，我们点了右边这些国策之后，工厂直接不生产了，这比罢工了还离谱啊。不过无所谓，也就这么点厂，造不造都一样了。波兰这边我们还是要加深一点影响的。看了一下这个东方政策，我们现在有 51% 的影响力，应该问题不大吧，没必要专门去点一些决议去加吧。这个保守党控了半天白控了，他出了个事件自己就进去了，也就是这个保守党也没必要控的。这一下这个黑色派系都180席了，已经有点危险了。这边这个事件应该比较关键，因为会影响到我们能不能点出这个红色将军啊，所以先拒绝谈判，然后再去接受一下这个3巨头方案，应该就能出这个红色将军了。这些都点完之后，这个施特格瓦尔德胜利了，中央党的新主席给选出来了。我们这边再标一下中央党的中派，不能让他被选到。算了一下，好像只要我一直控住这个中派以及这个自由左右，那他们就不会有人能超过223。那我们这个内阁应该已经通关了，不用专门去点国策了。这边又出现了一个努尔总罢工，这个罢工事件可能是需要我们控温的。他这边先给我涨了250点的难度，然后后的都是一些建造速度，那我不在这边建应该没问题。关于这个努尔激斗的话，基本上就是控温啊，
只要我们在它每回合结算之前把温度控在25到75之间，就不会出事件啊，我们就能安稳的度过了。那这边得时刻注意一下了，可以先点一个，它现在是50的温度。不知道怎么回事，芬兰自己离开了中欧同盟啊，我也没有干涉他，他自己就跑了，我们直接少了一个成员。他们一直在这边闹事，导致我都没办法铺建筑了。不过还好地区不是特别多，我现在铺的这几个地区都没有被影响到。芬兰王国直接就覆灭了啊！搞了半天，这个芬兰不会被俄罗斯直接给吃了吧？阿根廷的贸易代表团，朋友间给点额外的马克怎么样？来点马克呀！乌克兰方面的话，我们最好还是控一下吧，毕竟它这个位置还挺重要的。如果它变红的话，估计也要和俄罗斯打。毕竟我之前玩过这个乌克兰，大概了解一点啊。这个阿根廷果然给我多送了点马克啊，扣10%的消费品还行。我们现在这个3条线在铺民工，速度还可以。因为这个债务值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后面的战备问题，所以不要把它弄得太高啊。国策里面的话，可以在这边商议债务重组，来降低一点债务的，还能给我们刷点民工。不过先不着急啊，毕竟它这个经济健康还有好多次，我们先把这个科研槽拿到手吧。右边这边感觉也没什么可以点的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点了3个巴德计划，所以可以直接从排队里面抽3张卡。有了这么多卡，度过一下危机应该不难吧？这局乌克兰还是起义了，不知道他能不能管住啊？我明明已经给他投资了政治点了。这个比利时又是怎么回事啊？他怎么就离开中欧同盟了？他有自己独立的国策吗？这边直接对比利时宣战的话，要扣100点数啊，这个有点伤啊。虽然我很想直接打这个比利时，但是 KR 里面我们打下来的地也不能直接吃，还得放成傀儡国，不然的话会扣很多点数。总的来说，不管选哪个都是亏的，还是先谈判一下吧。我就谈判了一下，怎么就把这个维尔维耶给送走了？我并没有给他呀。好像他也没吃到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动让我们少标记一个派系了。看一下现在的情况吧。现在其实我们只要一直标这个中央党中派，应该也不会被影响啊。到了这个1936年的11月11号，我们总算是通过了这个授权法啊。这个通过之后，我们应该就不用再管这个不信任投票了。然后剩下来国策也都跳过了。这边的布伦瑞克好像又出问题了，他的抵抗增长的还挺快。那我们还得专门去给他压一下。我们部队刚移动到这个布伦瑞克，他就被终结了，哎，白山兵了。这边西班牙又爆发内战，但是我不知道该支持谁啊，反正是不能支持红色的。卡洛斯和西班牙还得选一个。虽然才开局1年不到，但是到这边我们的视频已经录了很多了，而且我们的红色将军也成功上台了。接下来的内容我们下集再继续吧。